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现实利益的问题啊，和钱、和生活、和苦难有关的话题。那至于加密货币的行情啊，我就不想多说了，有啥可看的嘛？比特币好不容易涨到了17000多，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是牛归了，速回了，大家赶紧追高，赶紧买，牛回来了。可是呢，不出所望的是，比特币果不其然又跌了下来，涨了一点点，然后呢，哗，又跌回了16000多。其他的币，比如以太坊之类的加密货币，也是一样的走势，涨了一点点，跌了一大点儿。你说像这种行情啊，还有什么好期待的？最多呢，也就是期待一下12月14号的加息会议，如果是只加50个基点，那行情有可能会拉一波。不过呢，你们也别有啥太大的期待，因为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啊，现在整个币圈的外围资金已经很紧了，能开发的韭菜也开发的七七八八了，剩下的呢，不愿意进来的，对币圈的整体观感也不好，他们都觉得啊，币圈都是诈骗。实际上呢，币圈现在确实是80%-90%的盘子项目都是诈骗，而且你们要明白，现在加密货币行业还在面临一个大危机，那就是全球的实体经济在复苏，全球都在逐渐的开放啊，那资金肯定就会流回更加稳定的实体商店或者产业去的。实体产业类的项目、店铺之类的，肯定是比你币圈要好、要稳得多了，而且有监管、有法律保护。再说呢，人家开店，人家有实体资产，对吧？赔的概率很小，最多呢，大不了店转让了，也就是略亏，是不是？可是你们看币圈呢，动不动腰斩了，动不动跑路了，更别说现在整个币圈被咱们的币圈皇上统治了以后，现在啊，你看。随便一个什么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小逼崽子的孩子，20-30岁啊，就能当一个什么项目方联合创始人，发一个项目赚钱，把你们一骗，把你们一割。而且大家要仔细观察啊，疫情3年、炒币3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复返了啊。之前大家都玩币，是因为不能去上班赚钱，不能去开店赚钱。那只能在家里面嘛，疫情封控封城，哪儿也去不了，那就在家里面看看群里面的消息，看看谁带单了啊，谁推荐项目了，我跟一下，对吧？或者是看看 K 线呀，看看交易所的推荐，我买几个加密货币，说不定呢，用手机上网也能赚钱。但是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复返了，所以呢，各位你们对于加密货币接下来的行情的走势啊，我觉得你们可以不必太乐观了。好，加密货币的事情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聊一聊恒大以及中国的民生为啥总是好不了的问题。各位，你们仔细观察嘛，你看改革开放30年了，可为啥又倒退回了解放前呢？甚至呢，中国人现在的民生啊还不如解放前呢。天天做核酸，甚至连门都出不了，还动不动呢就要被拉去方舱隔离啥的。为啥呢？为啥中国人又会有今天呢？甚至还不如之前了呢？为啥？好，咱们今天啊就来深度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各位，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可都是真金白银能卖钱的好东西啊！好，来讲正题，先来说一下恒大传出许家印跳楼挂了的事儿啊。那这个网络传言目前呢在大陆官方被辟谣了，而面具人我这边的消息渠道得到的内容是，许家印确实是想跳楼，但是呢没跳死啊，他站的那个楼层不高，就是他那个2-3层楼吧，一个小办公楼的那种平房办公楼的楼顶啊，底下有气垫给他接住了，然后呢他这么说不活了，把那些债主都吓怕了，不敢逼他了，然后没跳死，又回去乐呵乐呵的主持他的内部工作了。不过许家印他死不死啊，其实不太重要，毕竟许家印他也只是一个共产党的白手套啊。许家印死了，共产党可以立马安排一个人再顶替他啊。
而且共产党还可以借机说啊，许家印人都死了嘛，你们这些投资人也不用找他追债了嘛，反正爆雷了嘛，没了嘛，人都死了，对吧？啊，共产党没事儿，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许家印的生死的背后显现出的这个价值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恒大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其实恒大的财政问题有好几年了，最早可以追溯到6、7年前、7、8年前啊。当时都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道消息传出来，恒大有问题，集中爆发应该是在3年多前吧，当时恒大就传出来资产有问题了，欠债还不上了，然后呢也逼他们的内部员工自己内购房子，对吧？当时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其实他能拖到现在还没有大爆雷，已经算很牛逼了。能扛这么久，你们想一下嘛，是不是那么大的产业这资金是谁给他续命呢？但是为啥恒大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很简单嘛，因为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越来越疲软了，断供房、法拍房比比皆是。来，各位观众，你们可以留言打个1，给我做一下证你们去看一下各个城市现在的断供房、法拍房多得很。而且呢，周围的什么做生意的、做业务的朋友，还动不动给你去推荐法拍房呢。来，面具人，我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有了，请留言打1；没有的，请留言打2面具人，我想说什么断供房、法拍房都解决不了问题。为啥？那是因为房地产里面的泡沫沉余资金太多了，并且呢，没有新鲜血液进场。中国的新生人口也不足了，该买房的也都买了，买不起的他始终买不起，而且买不起的人，他的资金、资产、就业状况也在恶化，甚至之前已经买得起房子的那些人那些散户，他们的资产状况也在恶化，没办法，疫情封城了嘛，店开不了，工作上不了嘛，那他们的房贷也就供给不上，所以呢，你看现在到处都是断供房、法拍房，对不对？之前的房贷供不上，现在的新房又卖不出去，腹背受敌呀，前有狼后有虎呀，两面夹击呀。那你说恒大他咋办？其实不单单是恒大碧桂园呀，各种各样的房地产公司呀，都面临这种问题。那接下来咋办？只剩爆雷了吗？其实也不一定我们都知道，经济上皇上眼中已经不重要了经济在皇上眼中已经不重要了。他看重的也是国外看重的，那就是中国的生产力，这也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世界加工厂嘛。习近平目前已经把国库掏空了但是中国是靠加工业呀、世界工厂呀、搞供应链制造呀来立足的，也是靠这个发展的，明白了没？所以习近平的发展方向我给你们慢慢揭秘。你们先观察一下中国的店铺呀、餐厅呀、商店呀、小商家呀，大部分也都被疫情整死的七七八八了，这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因为已经倒闭的店铺老板，除非你国家给他补贴、给他发钱，让他重新开店做生意，但共产党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嘛。共产党还想把老百姓的这些店铺都抢过来，他自己搞供销社、搞大食堂呢，对吧？那已经倒闭的老板，他已经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了，他已经没钱继续开他的商店了这些商店呀、小工厂呀，他是回不来的了。而且你并不能保证习近平接下来他的胃口没有继续变大，他要收割更多的，比如小制造业、各种各样的商店，全部归为他公家所有，他来做这个生意。毕竟习近平已经担任了中国什么科学小组的组长、教育小组的组长精神文明发展小组的组长，各个组长都是习近平来管了嘛。咱们皇上能耐大得很，他一个人能顶14亿个人用，你这一点是不需要怀疑的并且呢，这些小商店倒了，那已经是不可逆的结果已经造成了，所以呢，咱们皇上只能黑着头继续走下去。不过这也不重要你说这些什么私营化呀、商店呀、资本呀、资产呀，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搞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共产主义追求的是生产物资极大富足，人人平等，吃的一样，用的一样，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大家公平你一个小老百姓要什么资产嘛？资产
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咱们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人民经济，你搞什么资本主义、资产主义？你强调什么资产啊？你难道是被境外势力渗透了、洗脑了吗？啊，你既然生活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你就不要牵扯到什么私营资产，明白了没？资本主义才需要钱，你普通老百姓需要啥钱吗？你需要啥资本吗？啊，你需要啥资产吗？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听明白了没？咱们共产主义只需要由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无产主义战士，生产物资极大富足。那这个生产物资极大富足从哪儿来呢？哎，韭菜们干活呀，对不对？现在呢，中国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存款资产给消耗掉。各位，你们看嘛，中国目前又降准了。面具人我已经记不得了，他是第几次降准了啊？可是有笔账你们可以算一下啊，那就是你把钱存到银行没利息的时候，或者利息很少的时候，那你的生活又必须要处处花钱，所以呢，那结果就是你的利息无法满足，或者是不能去对冲你的消费的话，那你就只能大量的动用本金了。如果说利息够高，对吧？像之前一样，那有钱人或者是一些中产，他能弄一部分利息，去供给一下饭钱呀、零花钱呀，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物价又高，利息又没有，赚钱又不好赚，那你只能是动用你的本金了。这个道理你们能想明白吧？然后呢，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恒大的经济学家任泽明就指出，要发消费券，数字人民币消费券，而且这个消费券应该覆盖所有行业，按人均发放，体现普惠性和公平性，可以用身份证辅助带动全民消费。消费券要设置补贴率，比如80%，即你消费满100元，你只使用80元，剩下20元消费券给你优惠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刺激老百姓使用了呀，比如说送你2个鸡蛋，送你2袋洗衣粉，是吧？这样那些什么中年大妈就来劲儿了啊，这样就能让你们真正发挥消费券的作用啊，让你们把钱都拿出来消费，对不对？各位，我想说啊，这什么消费100块给你抵充20块，这都只是文字游戏而已，很简单嘛。我把菜价提高100块，我再给你便宜20块，又何妨呢？你反而还要感谢我，对不对？面具人，我想说什么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呀，数字人民币工资呀，这以后可能就是强制配给了。然后呢，任泽明还说，国家要发行国债，让老百姓买国债，而中国人呢，也确实都喜欢买国债啊。但是这个国债以后就不一样了，你买了国债，国家最后还你的是数字人民币和消费券，包括很有可能中国人的工资也是这样啊。那你拿到了数字人民币了，消费券了，怎么办呢？就用呗，不用白不用，不用过期作废，对吧？反正能换吃的、换衣服、换用的，供销社嘛，大食堂嘛，反正以后中国处处都是供销社大食堂了，大家以后吃的一样，用的一样啊，不存在你吃的啥，我用的啥啊？你吃哪儿在哪儿吃，社区食堂，我吃哪儿在哪儿吃，我也是在社区食堂。你在哪儿买东西，供销社，我也在供销社买东西，这不就对了吗？对吧？大家都有吃的，有用的，有玩的，有花的，还要钱干啥嘛？是不是？国家统一配给统购统销，大家用的都一样，集体生活，是吧？你还要资产要钱干啥啊？资产和钱那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邪恶的美帝国主义搞的那一套，咱们中国人不吃那一套，对吧？我们中国人就跟现在你去朝鲜旅游一样，你看朝鲜的导游朝鲜的导游给你们也说的就是朝鲜人民生活很幸福国家给配给统一的食品、统一的衣服大家过的都是平均分配的生活，大家住的也都一样，吃的也都一样，过集体生活，多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能把房价稳住了。为啥呢？因为老百姓要钱没用了呀咱们之前买房子卖房子是为了啥
啊，一半是为了住，另外一半呢是把它当作为理财产品，对吧？想博一个升值空间，博一个抵抗通胀的作用，收房租的作用。那现在你收房租干啥嘛？啊，你要它理财干啥嘛？你要钱没有用了呀，对不对？你就算你现在把房子卖了，你也只能卖成消费券或者是数字人民币定向的买房资金。这个钱以后你能用多少，能怎么用，都是国家说的算，对吧？买房子也是消费券，卖房子还是消费券啊，反正你要钱没有用了嘛，对吧？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中国人咱们不吃那一套，是不是啊？而且这房子你自己也住了呀，是不是？你又不出国了，你不像以前人家那些人啊，卖房套现，人家是为了把钱拿到国外去投靠万恶的邪恶的资本主义，是吧？那你都知道境外势力、敌对势力这么邪恶了，整天吸引咱们的有钱人跑到西方去，对吧？咱们不应该去让他们资本主义境外势力去得逞，对吧？啊，我们应该去为国家去牺牲奉献，支持国家的政策啊。那国家就说要搞社会主义人民经济，搞资本主义，那就搞呗，对不？而且你说现在出国干啥？出国你也出不去啊。你卖房套现跑路这条路啊，也没指望了，对不对？为啥？因为现在真的是出国不让你出了啊！国家只需要做啥啊？国家只需要保障物资的供应，明白没？啊，你们人人有饭吃，国家不把你的房子收走，让你现在能住得开开心心的。你要用什么牙刷呀、拖鞋呀、T 恤呀、短袖呀、短裤呀，你去供销社就能买得到。供销社里面还有理发店，你说你还需要啥啊？你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很简单呀，你只需要用你的劳动力去换物资就好了，靠你的勤劳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啊！你别说什么像手机呀、电脑呀这些东西，好像也得拿钱买，不重要。为啥？你努力工作，争取当一个劳模、小标兵、小红星、小组长，国家奖励给你啊，你甚至都不需要用钱去买，国家分配给你，明白了没？以后呢，就是集体生活嘛，大家上班下班2点一线，吃饭睡觉人人平等，对不？集体生活。至于你出国，你还要出国干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境外势力啊，不怀好意，妄图颠覆我们国家呢啊！你不长点脑子，你出去了小心别人把你活剥了，把你吃了，是吧？把你炸死了，对不对？国外每天死几十万、几百万人呢，你还出去干啥？而且现在也不让你们出了。啊，真的，国内现在多好的，人人平等，对吧？想吃啥有啥啊，蔬菜、水果、肉都有，国家统一配给，对吧？以后大家都吃供销社，都用供销社啊，都吃大锅饭、大食堂，多好的啊！我没给你们开玩笑啊，中国现在真的是不让出国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新的官方消息，2023年开始，出国将越来越难，全部都要审批报备，不管是旅游、劳务、商务、留学还是探亲，2023年全面卡死。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从12月1日开始执行，我跟大家念一下，这是官方发出来的规定，其中明确的确定谁管理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履行好因私出国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直接责任，做好登记备案人员常态更新。注意下一句很关键：证件的集中统一管理、出国出境审查审批、违规问题处置等工作。所以我大胆预测，接下来相关管理部门很有可能会让社区街道所在地统计居民护照持有与否，甚至上交，也就是前面的条规里面提到的证件集中统一管理。出国旅游、留学、商务、探亲、劳务需要提前写申请，上报所在地审核，再给出入境审批。总之，层层把关，防止境外电信诈骗有可乘之机。你们觉得真的会这样执行吗？新的官方消息，2023年开始，出国将越来越难，全部都要审批报备，不管是旅游、劳务、商务、留学还是探亲，2023年全面卡死。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从12月1日开始执行，我跟大家念一下，这是官方发出来的规定，其中明确的确定谁管理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履行好因私出国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直接责任，
做好登记备案人员常态更新。注意下一句很关键，证件的集中统一管理、出国出境审查审批、违规问题处置等工作。所以我大胆预测，接下来相关管理部门很有可能会让社区街道所在地统计居民护照持有与否，甚至上交，也就是前面的条规里面提到的证件集中统一管理。出国旅游、留学、商务、探亲、劳务需要提前写申请，上报所在地审核，再给出入境审批。总之，层层把关，防止境外电信诈骗有可乘之机。你们觉得真的会这样执行吗？各位看完了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2年前就提醒过你们，以后出国的口子会越来越窄的。还好当年有很多会员啊，听了我的建议，确实是跑了出来了。那至于没跑出来的人呢，现在只有心里面叫苦呀。其实中国人能自由出国的年代，也就是江泽民、胡锦涛2届20年左右，之前的中国人也是不能出国的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为啥中国人随着世界科技文明的进步，世界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开放化，反而中国还倒退了，越来越封闭了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就先说一个啊，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是在仇恨教育中长大的啊。你说中国小孩从小学习什么互帮互助呀，看一些美好人性的闪光点呀，没有，中国人也没兴趣搞这一套。咱们中国人不吃西方主义那一套什么虚伪的伪善，咱们要的就是你比别人家的孩子强啊，你把别人家的孩子踩下去啊，谁家吃得好我就不顺眼儿啊，你要吃的比他好，你要穿的比他好看，就这么简单。而且呢，中国的小孩啊，你们去看，各位观众来说句心里话啊，从小你的父母是不是基本上你的优点是不提的，而你一旦有一些小缺点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无论你做的再怎么好，你的父母永远只会关注到你的缺点，只会关注到你不好的地方，很少会关注到你好的地方，对不对？就是在这种只看人性的缺点，只看烂的地方啊，搞这一套，把很多小孩的人性给搞扭曲了，搞变态了啊！大家只看不好的地方啊，中国人就在这种仇恨教育中长大啊！你说什么大家互相帮助呀，互相友爱呀，看一看人性的闪光点呀，美好的地方，中国人真对这个没兴趣。但是你如果说杀光小日本，武统台湾，美国死了多少人，他立马就来劲儿了。而且我说的中国人对于别人的苦难、别人的悲痛，而立马就能打鸡血的这种病态思想啊，是不分立场、不分阵营的。就比如说啊，小粉红看到台湾人死了，看到日本人死了，高兴得很。现在很多这些什么反共的人，动不动也说什么屠杀支那人呀，看到小粉红死了倒霉了也高兴得很。实际上这2种人是一类人啊，只是阵营屁股角度不一样啊。再比如说啊，江泽民死了，反共的那些人也都在鞭尸诅咒，仿佛好像江泽民没有一点点优点一样啊。你说习近平死了，你继续骂我倒是不反对啊，习近平真的是十恶不赦。但是江泽民的死，你骂他可以，你得理性的观察，对不对？人嘛，有对有错，人无完人，没有圣人，没有伟大领袖啊。你只说他不好的地方，而无视他的优点，你总是在极端仇恨的情绪当中批斗一个人，没完没了的批斗。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情绪的话，社会是很难进步的，明白没？江泽民当然有功劳了呀，对不对？让中国人基本上大部分人啊降低了生意的门槛，商人可以经商，商人也可以入党，商人也可以随便办一点手续你就能开店，甚至你没手续你也能开店，你还能摆地摊，对吧？没人管你啊！人讨生活不容易，人家还开放了所有的外国文化、外国的影视片啊，然后让你能出国啊，人人都能出国，对吧？你就说如果把习近平提前20年上台，我估计现在中国早就完鸡巴蛋了，是吧？人嘛，他有功有过啊，除了习近平这种十恶不赦的人，你可以随便骂，但是江泽民、胡锦涛啊，
哎，你不能说是也把他非得斗得臭臭的，连那臭茅屎坑里面的臭石头都不如，没必要吧？是不是？你说你动不动仇恨这个仇恨那个，人嘛，你别说江泽民了，那美国历史上的各种总统、各任总统也都有优劣，对吧？华盛顿那么伟大的人，他也有污点呀；林肯他也有污点呀；里根他也有污点呀，是不是？那美国人咋没说就因为人家的失误而不看他的进步点呢？那如果说你眼里面没有进步，那你就永远进步不了。这就是我为啥说的，中国这个小孩他从小就已经变态了，因为他父母就是从小只教他去和别人攀比批斗也只看他身上的这些什么缺点呀，放大他的缺点，很少去鼓励去关爱他，导致了很多中国人没有爱你说你动不动就要把一个人的缺点无限放大，而无视他所有的这个进步的地方，那你怎么进步？你说你和那种要留岛不留人的小粉红有啥区别？至于江泽民，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咱就别说咱中国人了，你就看一看什么日本媒体，或者是英国的 BBC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他们评价江泽民还是很理性的并不是说一边倒走极端主义像咱们中国人要吹江泽民的给吹到天上，要骂他的给骂到茅屎坑里，人家是理性的好坏都说，哪块做得好哪块做得不好，总结经验。为啥人家能发展呢？人家的逻辑性这么强呢？中国人就只能是极端的好极端的坏，就跟他妈的那些恐怖分子一样非黑即白，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看问题确实太片面了，但是你不能这样呀，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像你走路一样，你得两条腿走路，你才能走得稳，你才能向前走你一条腿走路，你走得慢不说，你甚至容易摔着自己，你要是把自己摔倒了，你就走不了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只看这个世界的恶，批斗这个批斗那个，那你怎么能进步呢？对不对人类是要向美好的方向去进步的，互助友爱分享而且我们要吸收别人的优点，你不能只看别人的缺点。当你只看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你也会越来越烂的。不要去比臭，明白了没？这只是其一还有什么文化呀、环境呀、家庭呀、喜好呀等等等等我简单的再提一句为什么你看中国人在海外的口碑普遍不怎么好，而且中国人在海外也不怎么积极的关心一些什么民生呀、环境呀、人权呀，不太关心。中国人只关心赚钱不关心别的。我告诉你们你看我说的这句话对不对中国人只关心赚钱，不关心别的。如果说中国人关心别的，那也是因为关心赚钱。你说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其实你们仔细观察中国人或者是非洲人、中东人，同时到了一个文明的环境非洲人、中东人他们是很热爱生活的，很愿意去体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咱们中国人呢就是满脑子赚钱甚至呢有些人还想着法的想去搂点别人，坑点别人。这个真的是和文化、家庭喜好等等等等构成的，其中呢还有长期的一些被扭曲的思维逻辑。我之前和我老婆在探讨，为啥你看这个美国的黑人普遍混得比华人好而且呢美国的黑人他们比较团结，为啥？其实我想了一个比喻不知道恰当不恰当。我说非洲的黑人来到美国，我说非洲黑人到了美国，他是一张白纸，你在上面写字很容易写进去，他能听得进去，所以呢他在思想层面上进步的比较快。而中国人呢，他是擦了屁股的草纸，上面涂满了粪便呀、尿液呀、阴毛呀、肛毛呀之类的东西，你想要再给上面写东西就比较难了，你得把这个纸先得费好大劲儿的给他讲逻辑、讲人文、讲友爱，把这张纸先洗干净了，然后再给里面写东西。就比如说中国人觉得
干什么事情都要比别人强，都要把别人比下去，他才能体验到快感。哎，但是西方人就觉得不一样呀，我为啥要和别人比呢？对吧？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各自有优点，是吧？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何必把我自己过得这么不快乐呢？是吧？啊，我生下来的小孩子，我不让他去体验生活，我不让他去充实自己，我就是把他当一个战争工具一样，今天跟这个邻居的小孩比，明天跟那个邻居的小孩比，甚至中国人有一点自我暗示是特别不好的啊，那就是你走在街上，你好像觉得，哎，你戴了一个大金链子，你戴了一个金表啊，好得很，别人是不是会看我一眼啊？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牛逼？没必要啊。我给你们说啊，我形容中国人的思想是擦了屁股的纸，一点都不夸张。为什么我说非洲人的思想是一张白纸呢？因为非洲的统治者，他们统治人民最多也就是剥削他，让他穷啊。但是他们并没有给非洲人灌输极端的什么商鞅变法呀、愚民武术呀、极端的这种犬儒思想、极端的愚忠愚孝，没有。但是中国人啊，搞什么人斗人，互相斗争，啊，极端的愚忠愚孝，愚民武术，鼓励老百姓阶级互斗，啊，人与人之间可以为了一点小利就斗个你死我活，甚至呢，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连基本的逻辑也没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你倒在路上，你快死了，你不行了啊，别人还觉得你要骗他，你要坑他钱，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你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扳正它，然后这还有很多什么亲情呀、孝道呀、什么捆绑受难的这些问题，我以后慢慢给你们讲啊。这些东西真的说3天3夜都说不完，你们只需要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及时的就能收看到了我的更新了。以后我们慢慢的再来讲，拜拜。